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小龙虾厨神》故事解说。程杰和男友李家豪一起合伙经营小龙虾店已有数年时间，凭借着自己过硬的厨艺，他在一众食客里积攒了极好的口碑，还被大家称作小龙虾界的穆桂英。几年的辛苦经营下来，这家小龙虾店总共赚到了200万的利润，这本该是两人共同打拼换来的成果。程杰也一直以为店铺做成功后，自己就能兑现当初的约定，成为店里的老板娘。可让程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两人辛苦挣下的钱款，李家豪全都用来给自己购置了一辆奔驰豪车，到头来分给他的只有一辆不起眼的小电驴。满心委屈的程杰忍不住向李家豪质问这件事，可李家豪的母亲却当即出言反驳，彻底击碎了程杰的幻想。李母直言，这家小龙虾店是自己儿子开的，程杰从头到尾只是店里后厨一个炒菜的员工而已，根本算不上老板娘，更是没资格过问店里的收益分配。程杰瞬间愣住，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两人。他反复确认，当初李家豪明明承诺过自己，店铺做起来就娶她，让她做老板娘。一旁的李家豪见状，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假意温柔地安抚程杰，声称自己这么省钱，事事精打细算，都是为了两人的未来。就连骑电动车进货，只为每斤小龙虾能便宜2块钱，也是为了往后的生活着想。趁着程杰走进后厨查看锅具的间隙，李母立刻拉住儿子，满脸不解地询问，如今店里生意火爆，根本不愁客源，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和程杰这样的女人纠缠？直言程杰根本配不上现在事业有成的李家豪。李家豪脸上的温柔瞬间褪去，露出了真实的想法。他坦然告诉母亲，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和程杰结婚，平日里的温柔体贴只是刻意哄骗而已。没有人会真心娶一个常年满身油烟、守着后厨的女人。李家豪十分厌烦地表示，一直哄着程杰干活让自己十分疲惫。李母却毫不在意，反倒宽慰儿子，程杰只是一个普通厨子，就算离开也随时能找人替代。李家豪却顾虑，重新招人需要花费薪资，程杰免费干活，任劳任怨，对他而言是最好的选择。母子二人的对话字字诛心，彻底暴露了他们利用程杰，把他当作免费劳动力的真实心思。躲在一旁听清所有对话的程杰，内心彻底心寒。他这才彻底明白，多年的真心付出和辛苦打拼，从来都没有被对方放在心上。当初的老板娘承诺，从头到尾都只是哄骗他免费干活的空话。认清现实的程杰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拿出手机，开始四处打听合适的商铺门面，决心自己独立开一家小龙虾餐馆，不再依附李家豪。周边认识程杰的街坊邻居看到他独自四处找门面，纷纷私下议论。众人都觉得可惜，认为程杰太过恋爱脑，还没有和男方结婚，就一门心思帮婆家打理生意，忙前忙后，白白付出辛苦，却得不到半点名分和回报。这一刻，程杰才幡然醒悟，原来旁人早就看清了李家豪母子的真面目，只有自己被爱情蒙蔽双眼，傻傻付出了整整1年。回到家中，父母看到本该在店里忙碌的程杰突然回来，满心疑惑，连忙开口询问缘由。邻居也纷纷附和，感慨程杰和李家豪下个月就要成婚。李家豪不该在店铺最忙碌的时候，把程杰独自留在店里操劳。面对家人和邻居的关切询问，积攒满肚子委屈的程杰终于说出了心里话。他明确告诉父母，这门婚事他不打算结了。李家豪母子的所作所为太过欺人，他再也不想继续委屈自己。程杰向父母诉说了自己多年的付出和遭遇，坦言自己打算独自创业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龙虾店。他想起李家豪母子的刻薄话语，想起他们把自己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，甚至嫌弃自己、算计自己，内心满是失望。程杰直言，这1年跟着李家豪辛苦打拼赚到的钱，自己就当是喂了狗，从今往后绝不会再给李家豪一家当免费的劳动力。心疼女儿的父母没有半句指责，全力支持程杰的决定，连忙安抚他先好好吃饭，吃饱喝足之后再慢慢商量创业的事情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，品尝着程杰做的小龙虾，纷纷夸赞这是吃过最好吃的小龙虾。程杰看着家人温暖的模样，心里的委屈稍稍消散，也更加坚定了独自创业的决心。另一边，毫不知情的李家豪还在假意给程杰画饼，承诺往后一定会让程杰过上好日子。早已看清他真面目，心灰意冷的程杰内心只剩无尽的嘲讽，暗自感慨自己当初瞎了眼，才会全心全意相信李家豪的花言巧语。确定创业的程杰很快敲定了一处商铺门面，商铺位置十分优越，正对面就是大学，周边还有2个大型小区，距离都不超过1公里，人流量十分可观。商铺房东看着程杰年纪轻轻独自创业，知晓小姑娘前期创业资金紧张，处境不易，主动答应让她按季度支付房租，缓解她的经济压力。顺利敲定门面，
谈好付款方式的程杰心里满是欣喜，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龙虾店，不用再依附任何人。他当即和房东签订了租房合同，暗暗告诉自己，往后的人生和事业都要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。随后，程杰主动联系了长期给李家豪店铺供应小龙虾的陆叔。陆叔疑惑地询问，为何李家豪突然通知自己不再订购他家的小龙虾？程杰坦然告知陆叔，自己已经和李家豪分手，如今准备自主开店创业。等新店正式开业后，会把新的店铺地址告知陆叔，后续依旧和他长期合作。陆叔十分认可程杰的为人和手艺，当即爽快答应，承诺往后一定会给程杰预留品质最好的小龙虾货源。没过多久，李家豪主动联系程杰，告知他母亲已经找好了新的小龙虾供货商，是自家的远方铁表叔，对方的小龙虾价格足足便宜了一半，让程杰以后不要再从陆叔那里拿货。程杰得知后满心错愕，立刻提醒李家豪，铁表叔家的小龙虾品质极差，里面掺杂了大量不新鲜的死虾，根本不适合用来售卖。可李家豪对此毫不在意，满心都是如何赚取更多利润。他告诉程杰，店铺制作小龙虾会加入大量调料，完全可以掩盖死虾的异味，普通食客根本吃不出来，让程杰不必多管闲事。程杰看着唯利是图、丝毫不在意食客饮食安全的李家豪，内心彻底失望。直言做生意讲究长久经营和良心，必须让客人吃得放心，吃得安心，不能只为了赚钱丢掉底线。面对程杰的劝说，李家豪不仅没有醒悟，反而十分恼怒，觉得程杰多管闲事，刻意刁难自己。程杰彻底看清了李家豪自私自利、毫无底线的本性，明白这个人从里到外都已经彻底腐朽，不值得自己有半点留恋。之后，程杰回到李家豪的店铺，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，彻底和这里做告别。李母看到程杰收拾东西，当即出言刁难，指责程杰是想偷懒，只想让李家豪赚钱养活自己。程杰不再忍让，当场回怼李母，戳破他们母子一直压榨自己，让自己免费干活的真相，态度坚决地收拾好所有物品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家中，程杰心态渐渐平复，打算好好收尾过往的感情和工作，做到有始有终。父母看着决心创业的女儿，十分支持。虽然夫妻俩不懂生意场上的门道，却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20万积蓄。这笔钱原本是给程杰准备的嫁妆，如今全数拿出来，当做他创业开店的启动资金，鼓励女儿大胆去闯，放心去做。程杰看着父母的支持，内心满是温暖，郑重向父母道谢。程杰的新店装修工作稳步推进，装修师傅告知程杰，店铺的厨房排烟系统已经全部安装完毕，只需装好大厅的灯具，整体装修就可以彻底完工。程杰十分感激装修师傅的辛苦付出，热情告知对方，等新店正式开业，一定邀请师傅和家人前来免费品尝小龙虾。装修师傅十分开心，连连夸赞程杰手艺出众。小龙虾穆桂英的名号名副其实，十分期待新店开业。装修完工后，供货商陆叔亲自来到新店查看情况，看到新店位置优越，人流量充足，店铺干净敞亮，十分看好程杰的生意，忍不住感慨李家豪错失了踏实能干的程杰，实在是太过可惜。陆叔还告知程杰，自己即将退休，往后送货的工作会交给自己的大侄子陆明远负责，会全程保障小龙虾的食材品质，绝对不会出现问题。程杰欣然应允，和陆叔敲定了后续的供货合作。与此同时，李家豪的店铺因为程杰的离开，彻底陷入了混乱。李家豪一整天都没有等到程杰到店，心里满是烦躁，忍不住抱怨程杰闹脾气、任性妄为。李母却反过来宽慰儿子，认为这并非坏事。如今李家豪生意稳定，收入可观，而程杰没有高学历，家境普通，根本配不上事业有成的他，正好借此机会甩掉程杰这个拖累。可李家豪心里十分清楚，程杰的重要性根本无法替代。他满脸无奈地告诉母亲，自己独自炒制了一天小龙虾，累得腰酸背痛。到店食客纷纷反馈，如今的小龙虾味道大不如前，再也吃不出以往的口感。李母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立刻给李家豪出主意，让他日后在程杰面前刻意装温柔，画大饼，稳住程杰，避免两人彻底闹掰，丢失这个免费又能干的帮手。李母细细盘算，重新聘请一名专业厨师，每月至少需要支付5、6千的薪资，而程杰任劳任怨，不要薪资，眼里有活，踏实肯干，这样的帮手根本无处可寻。随后，李母提议趁着之前约好的婚事商议，先和程杰领取结婚证，彻底把他套牢，让他一辈子留在店里炒制小龙虾，免费干活。李家豪十分认同母亲的想法，笃定程杰深爱自己，离不开自己，注定要为自己的店铺操劳一辈子。打定主意后，李家豪主动联系程杰，假意低头服软，
责怪程杰闹脾气，不懂体谅自己，诉说如今开店竞争压力巨大，自己经营店铺十分不易，希望程杰不要继续赌气。他主动邀约程杰和其父母次日到自己家中吃饭，顺势商量两人的婚事，想要以此稳住程杰。程杰内心毫无波澜，彻底看清了对方的算计，暗自感慨自己1年的真心付出全都付诸东流，从今往后再也不想和李家豪一家有任何牵扯。次日，程杰带着父母如约前往李家豪家中，李家豪的亲戚和邻居纷纷在场夸赞李家豪年轻有为，店铺1年能赚几百万，未来还能开分店扩大规模。更是有不少女孩子争抢着想要嫁给他，夸赞程杰有福气，能嫁给专一深情的李家豪，往后可以安心当老板娘享清福。面对众人的吹捧，李家豪顺势演戏，对外宣称自己一定会好好对待程杰，让他安稳做老板娘。随后，李家豪告知程杰，后天有一位网红建筑老板会带着7、8人的团队到店里消费，是难得的引流机会，让程杰次日一早去铁表叔的店里采购200斤小龙虾备货。程杰满心疑惑，200斤小龙虾数量庞大，仅凭自己一人根本无法搬运。李母当即开口，声称李家豪已经给程杰买了车，让他骑着电动车多跑几趟来回搬运即可。一旁的李家豪也假意劝说，知晓程杰每日炒制小龙虾十分辛苦，但为了两人的未来，为了抓住网红流量，打响店铺名气，暂时辛苦一点是值得的，让程杰多多为两人的未来考量。商议婚事时，李家豪母子更是暴露了极致的算计和刻薄。李母直言，两人的婚礼暂时不举办，先领取结婚证即可，自家只会拿出2000块作为彩礼，理由是程杰常年吃住在李家，日常开销无需自己花钱，根本用不到大额彩礼。听到这番话，程杰彻底心寒，也彻底认清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地位。他故作顺从，假意表示自己以往没有认清自身处境，随后借着对方假意道歉的契机，顺势结束了这场荒唐的商议，带着父母转身离开。走出李家豪家门后，程杰的父母满心气愤，直言李家豪一家实在太过欺人太甚。程杰也坦言，自己原本还想给对方留几分体面，如今看来完全没有必要。程杰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新店筹备中，看着自家店铺宽敞干净，布局规整，对比李家豪的店铺更加优质，心里充满底气。父母贴心叮嘱程杰早点休息，养好精神，次日好好采购食材，筹备开业。而李家豪私下里满心怨怼，暗自吐槽，若不是为了迎接网红，需要程杰把控小龙虾口感，自己早已和任性的程杰翻脸。程杰的新店顺利完工，正式进入试营业阶段，不少老顾客闻讯而来。老顾客纷纷表示，之前去李家豪的店铺消费，发现小龙虾口感变差，肉质不新鲜。如今得知程杰独立开店，全都转头支持程杰的新店，还夸赞新店地理位置更优越，离学校更近，消费更加便捷。程杰热情回应老顾客，承诺会坚守品质，给老顾客打折优惠。程杰母亲看着女儿凭借一手好厨艺闯出一番天地，收获众多食客认可，由衷为女儿感到骄傲。但周边也有不少好事的路人私下议论嘲讽，认为李家豪如今事业成功，买了豪车，必然是嫌弃常年炒虾满身油烟的程杰，所以才将他抛弃，还嘲讽程杰不自爱，未婚就上门帮扶婆家，最终落得被赶出的下场。面对路人的恶意揣测和嘲讽，程杰没有过多辩解，直言自己的所作所为与他人无关，无需旁人多管闲事。路人依旧不依不饶，嘲讽程杰脱离李家豪，根本无法独自经营好店铺，开店必然难以长久。就在程杰被路人恶意围堵嘲讽时，陆明远主动来到新店，向程杰自我介绍，表明自己是陆叔的侄子，专门过来给新店配送小龙虾。程杰当即指引陆明远将食材送到后厨，顺利对接好了供货事宜。与此同时，李家豪的店铺陷入了食材危机。临近中午客流高峰期，李家豪迟迟没有等到小龙虾供货，主动联系陆叔催单，催促对方尽快将小龙虾送到店铺。可等到食材送达时，已经错过最佳备餐时间，且这批小龙虾因为拖延太久，全部窒息死亡，不再新鲜。李家豪看着全部死掉的小龙虾，满心烦躁。铁表叔却不以为然，直言价格对应品质，这些都是刚死掉的小龙虾，完全可以加工售卖，不会影响口感。李家豪无奈之下，只能自认倒霉，转账结清了这批食材的钱款，打算继续用劣质食材糊弄食客。客流高峰期到来，食客纷纷到店消费，不少老顾客专门慕名而来，只为品尝程杰炒制的小龙虾，夸赞程杰是小龙虾界良心老板，手艺精湛。反观李家豪的店铺，食客食用小龙虾后，纷纷发现肉质软烂，带有明显水臭味，食材严重不新鲜，
瞬间引发众怒。食客当场怒斥李家豪以次充好，糊弄消费者，并且开启现场直播，扬言要曝光这家店的黑心做法。面对食客的追责和直播曝光，李家豪瞬间慌了神，连忙出面道歉安抚，主动提出假一赔10倍赔偿本次消费的钱款，以此平息食客怒火。他刻意辩解，店铺资深厨师休假，新来的厨师不会辨别食材好坏，才导致误用了不新鲜的小龙虾，承诺会立刻清理所有劣质食材，整改问题。食客见李家豪态度诚恳，暂时选择谅解，表示会等程杰回归后再次到店消费。李家豪母亲得知店铺出事，损失惨重，瞬间怒火中烧，认定这一切都是程杰造成的，立刻告知李家豪，程杰已经独自开店，彻底脱离了他们的掌控。李家豪又气又急，将所有过错都归咎到程杰身上，认为是程杰故意针对自己，抢走客源，搅黄生意。林母当即提议动用手段打压程杰，让他的新店无法经营，主动回头求饶。随后，李家豪主动来到程杰的新店闹事，故作深情挽留程杰，假意询问程杰为何不提前和自己商量开店事宜，直言开店经营流程复杂，风险极高，劝说程杰放弃自己的店铺，回去安稳做他店铺的老板娘，不必辛苦创业。程杰早已看透他的虚伪，直言自己独立开店，远比在他店里做免费苦力轻松自在，让李家豪立刻离开，不要耽误自己做生意。李家豪依旧不死心，刻意曲解两人的矛盾，认为程杰是嫌弃自家彩礼太低，故意闹别扭，还试图用彩礼挽回程杰。程杰彻底摊牌，明确告知李家豪，自己早已看清他的真面目，根本不稀罕他家的彩礼和老板娘的名分，两人之间彻底结束，正式提出分手。他直言自己不愿再做李家豪的免费苦力，不想再被对方算计利用。李家豪依旧不肯放手，试图挽回局面，言语间满是算计和不甘。李家豪母子为了彻底搞垮程杰的新店，开始四处散播谣言，恶意抹黑程杰。李母找来一众熟人，刻意到程杰店前造谣，声称程杰忘恩负义，靠着李家豪的扶持和资金开店，如今却过河拆桥，抛弃男友，恶意争抢客源，还污蔑程杰开店的资金来路不正，是榨取李家豪所得。面对众人的恶意造谣和无端指责，程杰冷静应对，当场拿出手机播放了全程录音，明确告知众人对方空口无凭，肆意造谣诽谤，若是无法拿出实质证据，自己会依法追究对方的诽谤责任。一众造谣者瞬间慌乱，纷纷坦言是听李家豪母亲所言，并非自己亲眼所见，连忙灰溜溜的离开，不敢再肆意抹黑。赶走造谣者后，程杰的店铺恢复正常经营，食客纷纷夸赞程杰三观正，有底线，继续支持店铺生意。另一边，失去程杰的李家豪为了维持店铺运营，开始大批量招聘后厨厨师，采用试岗制度，以施工的名义让厨师免费干活，试岗结束后随意找理由辞退对方，不支付任何薪资，靠着这种恶劣手段白嫖劳动力。有厨师辛苦施工一天，炒制了上百斤小龙虾，却被李家豪以试岗不通过为由辞退，1分钱薪资都没有拿到。厨师满心气愤，怒斥李家豪做生意不地道，恶意白嫖劳动力，断言他的店铺迟早倒闭。可李家豪母子却对此十分得意，靠着这种手段，半个月内白嫖了多名厨师的劳动力，没有付出1分钱薪资。但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终究无法长久，频繁更换厨师，食材品质下滑，口味不稳定，让李家豪店铺的口碑和客流量大幅下跌，月度流水远远不如程杰在岗的时候。李家豪母子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明白没有程杰坐镇，店铺根本无法长久经营，只能寄希望于程杰新店经营不善，主动回头求饶。反观程杰的新店，生意火爆，客源不断，每日客流量爆满，经常早早售罄所有小龙虾，只能提前告知后续到店食客次日再来。程杰看着火爆的生意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从前李家豪一直告诉自己做生意水深复杂，如今亲身经历才明白，最深的人心和算计全都来自李家豪。经过半个月的稳定经营，程杰的新店营收十分可观，除去所有成本开销，纯利润达到30万。赚到第一笔收益的程杰第一时间拿出20万，打算归还给父母当初支持自己的创业启动资金。父母心疼女儿创业辛苦，坚决不肯收下，叮嘱程杰正值店铺上升期，处处需要资金周转，让他自行留存资金发展事业。程杰十分感动，承诺等年底盈利更多，一定好好孝顺父母。此时陆明远再次上门配送海鲜食材，代为转达叔叔的谢意，感谢程杰一直以来的信任与合作。程杰父母热情接待了陆明远，满心感慨陆家待人真诚，懂得感恩。
而李家豪的店铺彻底陷入绝境。恶意白嫖厨师施工、长期压榨劳动力的事情传开后，被多家中介平台拉黑，再也招不到任何后厨厨师。无人炒制小龙虾的李家豪只能亲自上阵，忙活一下午就累得腰酸背痛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店铺又因为长期使用劣质死虾，导致食客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况，被食客当场追责索赔，赔付的钱款足以支撑店铺采购1个月的优质食材。接连遭遇重创的李家豪彻底慌了心神，将所有怨气都发泄在程杰身上，认为是程杰开店抢生意，才导致自己落得如今的下场。他再次来到程杰的新店，开启直播造势，试图颠倒黑白，博取同情，抹黑程杰恶意竞争，抛弃男友，忘恩负义。李家豪对着直播间观众假意卖惨，声称自己只是想好好经营感情，筹备婚事，是程杰嫌弃彩礼过低，贪图富贵，故意开店和自己恶意竞争，毁掉自己的事业。李母也在一旁配合演戏，哭诉自家命运凄惨，颠倒黑白控诉程杰忘恩负义，人品败坏，煽动网友网暴程杰。直播间的网友看清全程后，纷纷明辨是非，吐槽李家豪颠倒黑白，上演苦情戏，直言是李家豪店铺食材劣质，口味下滑，人心不善，才导致客源流失，并非程杰恶意竞争。还有网友直言李家豪是吃软饭不成，恶意报复。面对李家豪母子的当众诽谤和恶意闹事，程杰坚决不再退让，严肃警告对方，若是继续恶意诽谤，扰乱店铺经营，自己会直接报警处理。李家豪母子依旧胡搅蛮缠，出言羞辱程杰。争执过程中，程杰不慎被对方推倒在地，送货的陆明远恰好撞见这一幕，当即上前维护程杰，当众为程杰作证，坦言自己长期为程杰供货，深知程杰坚守本心，只用最新鲜优质的食材，是业内难得的良心老板，彻底戳破了李家豪母子的谎言。陆明远十分关心程杰的身体状况，询问他是否受伤，坚持让程杰做全面身体检查，避免留下隐患。就在程杰准备就医检查，店铺无人打理的空档，相关部门接到投诉和举报，针对李家豪店铺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本次闹事纠纷展开核查，最终对程杰的新店做出了暂时停业整顿的处罚决定。程杰的创业之路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考验。